在浙江杭州大山深處，懸崖絕壁上面屹立着一座龐大的建築群，這些建築一半呢嵌入到崖壁之內，一半呢懸掛在空中，它們僅靠幾根柱子支撐，遠遠望去啊，看起來讓人感到非常震撼，都會有疑問，在這樣的崖壁上面，建築是怎麼建造完成的？這就是浙江杭州的大池岩景區，也被稱之為是江南第一懸空寺，是一座差不多將近700年的懸空古寺。現在還有一些僧人在上面修行。停好車，現在準備進去了。本身這一塊是收門票的，我用了旅遊年卡就可以直接進去了。剛進來就碰到一位奶奶在那裡賣香推銷，關鍵是我在路上走，她直接走過來不要，還一直跟着你，我就有點不太喜歡了。我沒做聲，直接走了。從游客中心走了幾分鐘，就算是來到了檢票口，就在這一塊。我在这裡大概可以看到懸空寺在遠處那個山頂上面，還是比較遙遠的。門票本身是80塊錢。這是導覽圖，我們在這一塊，從遊客中心走幾分鐘就到了。那個懸空寺呢，就是在這個上面。那上山的話，大概是有2種方式，跟我們之前看的齐雲山一樣。一個呢，坐索道上去，另外呢就是徒步。剛進來就看到一個湖，這風景還是非常好啊。江南懸空寺，這個湖的水很有可能就是從山上流下來的。我們在這一塊就能看到懸空寺在哪裡了。半山腰，索道在這一塊，那徒步呢可能就這一邊，那邊還有一個大佛，真的是非常震撼的。說到懸空寺，大家第一印象或者首先想到的是山西大同渾源的那個懸空寺，在北岳恆山腳下那一座懸空寺啊，知名度非常高。它大概是始建於北魏時期，已經有1500年左右的歷史了。主要呢，它都是木質結構的建造的，這是非常少見的。之前我們也去過。登那一座懸空寺相對來說比較簡單，因為它離地面呢距離很短，就可能幾十米，遊客也是非常多啊。它每天還限流，因為知名度太高了。說到懸空寺啊，在全國很多，我感覺啊，山西那個地方是最多的。太行山裡面、吕梁山裡面、衡山裡面，只要有大山的地方，在山西那一塊就有懸空寺。我們去看了好幾座，你像廬牙山的那個非常驚險，還有那個趙稿觀，反正非常多啊，有知名的，也有一些小众的，可能很多人也去過。在山西本身寺廟、道觀這些就比較多嘛。那這一座懸空寺呢，它被稱之為江南第一懸空寺，規模比較大嘛。那在浙江啊，其他地方也有懸空寺。你像在衢州有一個大山裡面，有一座非常小眾的懸空寺，也可以称之是一個洞穴道觀。現在呢，還有一位道長在那裡修行，就一個人了，已經在那裡待了幾十年的時間。有機會過幾天我們再去看一下。然後呢，在浙江台州也有，走了一段路程，看到了幾個字：大池岩。這個地方，我在網上看資料說，很多人會在這裡打卡留念。再往前走是那個徒步線路，走上去的話，如果是我，肯定是要2個多小時的。我就不徒步了，坐索道上去。因為本身我這個門票是用年卡嘛，那就選擇坐索道了。下來我就徒步了，跟之前去齐雲山是一樣的。買好索道票了，80塊錢。
上行80，下行好像是70。这上面也写了江南第一悬空寺、中华第一天然立佛，都是在上面的。坐索道得先坐一段電梯啊，這個也是比較少見的。剛剛坐完電梯，可以在這一塊進一步的看到那個懸空建築啊，真的是比較震撼的。懸空寺是在我們右邊這一塊，然後繼續往前走，還有很多懸空建築，好像還有玻璃栈道，估計呢也是收費的。在那一塊洞穴裡面也是有建築的，這樣完整的懸空建築類別還是比較少見的。已經來到車廂裡面了，這一塊的索道和我們之前在其他地方乘坐的有點不一樣。我們在其他地方看到那個索道是一直行駛的，就是車廂不停，而這裡呢是停下了，大概是10分鐘一趟，3個車廂一起的，我後面2個。出發了，我是最後一個車廂，等於它3個車廂是一體的，同時運行。前方擋住了，看不到，只能看一下側邊了。確實挺高的，要爬挺費勁的。在車廂裡面一直能看到那些崖壁上的建築。我說我能2個小時爬上去，我感覺到夠嗆。因為現在體力不好，主要是腳不太舒服，我腳一直没怎麼好。給大家看看有多高啊！这真的有幾百米啊，反正垂直落差可能有200-300米吧。到了這裡好慢呢，感覺都快要停下來，這是正常現象啊。有一些人如果不知道的話，他可能會緊張，以為索道是停在半中間了。實際來講的話，它是比較緩慢。這邊看那個懸空建築就非常明顯了。它是這裡有介紹啊，緩慢行駛是正常現象。如果沒有這個提示，很多人可能就會緊張了。下面就是徒步線路了，看到好幾個人在那裡休息，就證明還是有點累的。天氣啊，看這些是真的比較不錯啊。到了，下完索道就繼續往前走了。這個索道的距離比較短了，說句實話，80還是有點貴的。這是下山的步道，我們是要往這邊走。這些道路肯定是開發成景區修繕的，以前不是這樣子的。這邊有路標：地藏王大殿、天然立佛、雙面佛、清音閣。那這邊就算是進入到懸空栈道了，也算是進入到懸空寺的範圍了。登這個栈道之前，我們先來看一下下面的風景。這個地方位置非常好啊！你看，周邊都是山峰，然後在下面呢有一些村落，讓人一眼望過去感覺非常舒服啊！這可能也是風水的一種吧。小徑小桃生，風光引翠陰。是非不到耳，名利本無心。筍笨勞當戶，雲歸伴在林。何須聽絲竹，山水引清音。我們來的第一站是清音閣。這一座清音閣的名字呢，是取自山水有清音，意思呢，在山和水之間，皆可聆聽大自然的音樂。因為這裡靠山，下面有水，山水之間嘛。那這一座清音閣的特點呢，主要就是在一個字“懸”，是名副其實的一座懸空寺，給人是非常震撼的。這一座懸空寺包括懸空栈道、懸空閣樓，還有下面的柱子，看起來整個這個建築啊是靠下面的柱子支撐着。這樣的懸空建築還是比較少見的，它區別於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懸空建築、懸空寺。我們就開始徒步上去了，這些肯定是後面修建的。那前方的話，不知道是什麼年代的，看都是架在石頭上面的。
這些建築儘管說應該是現代的，但是當時估計也是這麼建造的，因為懸空建築基本上都是充分利用了山的特點。我們在这邊就看得比较清楚了，這些都是懸在崖壁上面的。一般懸空式啊，它首先是在山體裡面打橫梁上去，它也是分為好几個時間段的。最早期的話，可能就直接木頭塞進去，那後面呢，在木頭裡面呢，又加了一點榫卯結構一樣的，就穿插進去更牢固。那在這一塊的這些建築、栈道也好，包括那些建築也好，基本上是一半懸在半空，一半呢在崖壁裡面，這些都是木頭的。走在上面還有吱吱吱的聲音，就是木頭的特點。這些都是算是榫卯結構了。懸空式肯定要有木頭建築了，如果沒有木頭，那就不好玩了。這一塊有個橋梁，那麼在古代的話，肯定不是這個樣子的。你像這一塊窄的地方，還不到50公分呢。這就看得比較清楚了。前方都算是2層了，下面算是一個休息平台，上面呢才是通道。這古人的智慧還是很厲害呀，因為以前沒有那個索道嘛，你要上來只能徒步，那就剛好在路口這裡弄了一個休息的亭子。我們現在走的這個懸空栈道，感覺啊，在以前應該就是木頭建造的。这很多人都爬山爬完了。這就是青銀閣，我們看的第一棟建築。這有點像我們在山西看到的三教堂，裡面供奉的是老子、孔子，還有釋迦牟尼。有點失誤啊，我一開始以為這座懸空式是老的，經過修復。後面碰到其他當地的遊客，他說這座懸空式實際來講是新的。這個景區真正老的懸空式是地藏王大殿，也就是在離這裡大概將近2公里的地方，那個才是老的建築。在旁邊還有個天師殿，很好理解了，裡面是張天師。第一部分建築我們就看完了，現在往那個雙面佛那邊行走，繼續往前走。很多人已經參觀完了，正在往索道方面進發。他們可能是從那一塊上來，然後呢，從索道那個方向下山，估計也是徒步啊。索道那裡可以徒步，前方應該也可以，因為整個這個景區啊非常大，我們在空中可以看到它的長度是非常長的。你像我們現在走到那個地藏王大殿都還有1000米，那算起來整個崖壁的話，可能都有2公里左右吧。到了這個山上，難度就比較小了。看到那個雙面佛了，我其實主要想看一下有沒有以前老的建築，但現在好像還真沒看到。越往前走越覺得震撼了，要把這些全部串聯起來，還是花費了很大的功夫的。雙面佛就是在那個山頭那一塊，我們得從前方繞過去，算是上山下山再上山，繞來繞去。畢竟是要根據山體形勢來建造的，不可能搭橋。夏天我就不建議來了，因為夏天走這樣的地方太熱了。這冬天還是好一點。這邊建築非常多啊，離我們近的是雙面佛，在遠處那邊還有比較多的建築，特別是說在山頂那一塊有千年銀杏樹，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找到那個地方啊。又看到導覽圖，我們在這一塊從這邊過來的。這個青銀閣是這個山上的第2座懸空式，
實際來講，我們真正講這一塊的懸空室是這個地藏王大殿，江南懸空室嘛，還在前方比較遠呢。這邊的台階比較多啊，我剛才又看了一下，這一座山的海拔不是太高，只有500多米，但是呢，從下面走上來有將近差不多2000個台階，還是挺難爬的。往前走是那個雙面佛，地藏王大殿是在另外一個方向。到了這邊還有一個祭天台，石頭建造的，這一扇是老建築了，有100年歷史的祭天台，以前祭天的地方。对面是老的那個懸空室，等一下得走到下面的山谷再繞上去，這樣看起來的話是比較陡峭的。祭天台旁邊是雙面佛，大肚彌勒佛，非常震撼，非常巨大呀，看得比較清楚。剛好呢，它是對應山腳下。彌勒佛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一般寺廟裡面都會有，它基本上是剛進入寺廟沒多久就能看到，經常呢是在天王殿裡面。這邊是去老的懸空室，在這個山上也看到一個湖，就證明剛才在山腳下面看到的水也是從這裡流出去的。現在呢，我們是要去對面那個懸空室，從這邊繞過去，也是要爬山，估計得半個多小時吧，也挺高的，底部到上面感覺有100-200米的距離啊。這下面原來是水庫，我還以為是一個河流呢，是從前方上去的。我們可以這裡抄一下近路，直接爬山，这裡短了好多，因為也不高。哎呦，这就到了。还有塔林呢，塔林大家应该明白是做什麼的了。這是一些高僧的墓，因為這裡有懸空室，那以前肯定是有一些高僧在這裡修行嘛。他們去世之後，可能就葬在這一塊。那現在我們就繼續爬山了。等一下不走回頭路啊，直接從這邊下山。快到了，前方又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通道。這裡呢是根據天然的這些石洞棧道修建而成的。以前呢這裡也是有一個山洞，只是說沒這麼寬，後面經過人工打磨成了，長度大概是80米，寬2.5米，挺有意思的。它這裡呢集合了棧道、穿洞、長廊於一體的一個通道，等於就是懸崖棧道一樣嘛。過了這一塊，就到了我們今天主要看的那個懸空室了。前方是天門，我們常說的南天門嘛。這邊的建築還真的是有點特點呢，這用石頭堆砌起來的，以前估計還不是這樣的，弄不好以前就是木頭，後面把它規整了一下。這應該是後面修繕的。這前方2隻獅子歷史也是非常久了，我們說的千年银杏樹也在裡面。門，哦，進來了，很多人來這裡就是來打卡這個银杏樹。銀杏落葉已經完了，如果沒落葉完還是挺漂亮的。1000年以上的银杏樹還是不多的。現在去那個大殿裡面看一看，這就是我們要看的大殿，始建於元朝時期，到現在700多年。這個大殿說是懸空室，但是通過航拍看的話，有點不像哎。或者說最早的時候這裡是懸空室，但後期經過修復的話，就下面用石頭堆積起來做成地基，就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模樣。
按照現在模樣來看，驚險程度真的稱不上。這一塊是地藏王大殿，那旁邊這個塑像應該也是地藏王了。大殿裡面也是地藏王菩薩，大家也非常熟悉了。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，說的就是地藏王菩薩，他也是佛教四大菩薩之一嘛。地藏、文殊、普賢和觀音。這個大殿應該也是重新修復過的，原本的話應該是沒有被保存下來。在大殿旁邊還有一段玻璃栈道，它是收費的，40塊一個人，我就不過去了。本身有點恐高，走這個玻璃栈道呢也會有點害怕。這看起來挺長的。現在參觀完了，我們就開始下山，徒步下去啊，就不坐索道。因為如果要坐索道，還得走差不多將近2公里的路程。那走那麼遠，我都直接到山腳下去了。在這一塊下山，還有一種方式，坐那個滑道，當然也是收費的哈。我剛才看了一下，好像是60塊錢一個人。這個60，上面那個40，纜車80，門票80。大家算一下，如果把整個這個景區全部算上，有多少？當然，索道、玻璃栈道和滑道是可以自己選擇的，這是一些額外的項目嘛。說真的，來看這個懸空寺之前，我對它的期望值還挺高的。我以為啊，它可以和山西那個懸空寺相媲美，結果沒有想到來到這裡，感覺啊真的是有點失望。第一部分的那個懸空寺完全是新的，不過呢，這裡畢竟傳說也是地藏王的道場之一嘛，來爬爬山、看看秋景、看看風景也算是還可以了，只是說相對來講沒有那麼值得。那今天我們這個視頻就到這裡了，非常感謝大家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。